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红豆我们都认识，它是一种粗粮，食物纤维丰富，营养价值非常高，古代人称它为心之谷，可见它的好处不一般。有空的时候吃点红豆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。今天就分享一道关于红豆的做法。吃了30几年的红豆，还是这个做法我最喜欢，也最好吃。一般的红豆除了做汤，大部分吃到的都是加工类的做法，比如豆沙馅，还有蜜红豆等等。这两种食材在各种馅料中非常常见，比如豆沙馅，各种包子馅饼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做法，相信你吃一次就会爱上。首先准备30克红豆，先把坏掉的挑选出来，坏掉的如果不挑选出来就会影响口感。挑选好之后放入大碗中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下手将它们淘洗干净，洗去表面的灰尘杂质。洗干净之后把脏水倒掉，再加入清水，把红豆提前泡一下。红豆不容易煮熟，提前泡一泡可以节省煮制的时间。红豆至少浸泡2个小时以上。大家看一看，这是泡了1个晚上的红豆，已经变大了很多。将它控水捞出，放入干净的清水中，再次洗一洗，这样煮出来之后味道会更好。洗干净之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入蒸锅中。将它铺平整一些，这样熟的会更加均匀。盖上盖子，开火将它蒸熟。趁着这个时间，准备把红枣放入碗中，加入清水把红枣打湿，再加入1勺食盐、1勺面粉，下手把红枣搓洗干净。红枣表面有非常多的褶皱，很容易藏匿灰尘杂质，而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面粉的吸附力比较强，加入这2者来清洗红枣，就可以将它的灰尘杂质轻松地清洗干净。然后再换水将它多漂洗几遍，把表面残留的食盐和面粉漂洗干净。洗干净之后控水捞出，放到菜板上，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顺便去除枣核。红枣全部去除枣核之后，再加入1把葡萄干，将它剁碎一些，也不需要剁得太碎，留一点颗粒感，这样口感会更好。剁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来看看，这个时候红豆已经蒸好了，用手轻轻一捏就可以捏碎，像这样的程度就差不多了。将它盛出来倒入碗中，再把葡萄干和红枣碎倒进去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白糖，用筷子将它们搅拌均匀，使红枣、红豆、葡萄干、白糖均等混合在一起。再加入1勺面粉、1勺糯米粉，用筷子将它们搅拌均匀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，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往里边少量多次的添加牛奶，
继续用筷子将它们搅拌均匀。将它搅拌成这个样子之后，再下手给它揉成面团。揉成这样就可以，然后取下一点面团，将它整理成圆球。接着再用掌心将它按扁，按成一个小饼的形状，就像这样就可以。全部捏好之后，将它放入蒸锅中，水开之后，将它蒸上30分钟的时间。时间到，打开盖子，好香呀！一股浓浓的红豆香味扑鼻而来，看着就非常好吃，软软糯糯的，很香甜。我们蒸好就可以直接吃了，一次性可以多做一些，吃不完的放进冰箱里面保存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蒸一蒸就可以直接吃，非常的方便。大家也可以尝试另外一种吃法，也是非常的好吃。锅中提前把油烧热，把蒸好的红豆饼放入锅中，用油煎一煎。如果你比较喜欢吃香的，那就可以试试这个做法，不喜欢吃的蒸熟之后就可以直接吃了。我们将它两面都烙至金黄，一面烙好之后将它翻另外一面，把两面都煎至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像这样煎过之后，吃起来会更加的香，酥酥糯糯的，我家小孩一次可以吃好几个。虽然是用油煎的，但是吃起来一点也不油腻，大人小孩都非常爱吃，可以拿来当零食，也可以拿来当菜，看电视无聊的时候吃上几个也是非常解馋的。做法非常简单，食材也是很常见的，但是经过这样一番处理之后，吃起来的口感真的是太美味了，吃上一口就停不下来了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